告别了林婉儿之后，回到家中的叶晨心里只惦记2件事情。第一件事便是抓紧时间将林婉儿送给自己的普查之母雷击木炼制成惊雷令，另一件事便是等上8个小时，看看破清会那架波音777下一站究竟要去往哪里。如果是金陵，那就要尽快做应对。由于还有8小时的时间，所以叶晨回到家便立刻开始炼制惊雷令。炼制惊雷令这件事对叶晨来说已经轻车熟路。当他回到房间，将灵气渡入普查之母那段雷击木的时候，他原以为一切会像之前炼制惊雷令一样轻松，但没想到灵气进入这雷击木中，开始在雷击木内部完善阵法的时候，才发现原本无往不利的灵气在这雷击木中竟然有些寸步难行。如果说以前炼制雷击木时灵气是一把刻刀，那雷击木本身就像是一块普通的木头，刻刀可以很轻松地在木头上刻下自己想要刻下的图案。可是与之前的雷击木相比，现在的这块雷击木就像是一块坚硬无比的高强度钢材，灵气化作的刻刀很难在上面留下痕迹。叶晨也没想到，这雷击木看似普通，内部特性竟然如此难以炼制。可是事到如今，他已经没有任何可以用来傍身的法器，所以也别无选择。无奈之下，他只能成倍增加灵气的注入，灵气的消耗速度瞬间激增，就如同当初被林婉儿那枚戒指疯狂吸收灵气一样。叶晨心智开弓，没有回头箭，而且普查之母作为一棵茶树，能一直活到天降雷劫，几乎已经算得上是树木中登峰造极的存在。想把这样的雷击木炼制成法器，必然也要多费一些精力。于是叶晨便掏出一颗培元丹来，沉下心全力以赴炼制惊雷令。灵气消耗虽然很快，但有一颗培元丹作为补充，灵气也算是堪堪够用。几个小时过后，浑身大汗淋漓的叶晨终于睁开眼睛，手中的那截如成年人小臂般粗细的雷击木已经被他炼化成了巴掌大小的惊雷令。这枚惊雷令通体乌黑，散发着淡淡的金属光泽，而且制得极其细密，已经完全看不出是木头所制。惊雷令拿在手中，叶晨甚至能够感受到其中隐隐有雷电奔腾的感觉。那种感觉就好像站在傍晚的海边，看着海洋深处乌云密布，雷电在整个海面上闪烁轰鸣的感觉。不但有着极其广阔的天地市场，更有那种天地间被雷电连成一片整体的澎湃感，凶猛且深邃。但如果将惊雷令放在一旁，这种感觉便立刻消失不见。而当叶晨指尖划过惊雷令表面的时候，脑海中又仿佛能够感受到那种整个海平面被雷电密布的澎湃感觉。叶晨心中不禁感慨，这惊雷令威力恐怕要比之前那枚强出不少。就在他为新炼制的惊雷令激动不已时，陈泽楷再次给他打来电话，汇报道：少爷，那架波音777申请了从澳大利亚墨尔本飞缅甸曼德勒的航线。曼德勒？叶晨皱眉问道：消息准确吗？准确，陈泽楷笃定地说道。目前这架飞机向澳大利亚空管部门报备的航线就是去曼德勒，他们大概会在4个多小时后降落在墨尔本机场，落地后预计会进行1个小时左右的休整，然后继续飞往曼德勒。从墨尔本到曼德勒差不多还要飞8个小时，所以抵达曼德勒至少还要10几个小时。得知对方不是要来金陵，叶晨的第一个念头是终于能松一口气，想来自己的空城计并没有被对方识破。不过他心中也非常疑惑，不明白破清会为什么忽然派飞机去缅甸。于是叶晨便给林婉儿打了个电话，将陈泽楷汇报的情况转达给了林婉儿。
林婉儿听说破清会的飞机去了缅甸，顿时有些惊讶地说道：吴飞燕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忽然派人去缅甸？叶晨道：或许缅甸有他们的死士驻地，亦或者中军都督府就在缅甸。林婉儿疑惑地说道：按照吴飞燕的性格，这种时候她一定非常谨慎忐忑，一定会让整个破清会进入静默状态。一旦破清会进入静默状态，五军都督府都将各自独立运转，保持绝对静默。吴飞燕更不可能从破清会的总部派人过去。叶晨听到林婉儿的分析，也不禁有些想不通，于是便道：要是这样的话，中军都督府肯定不在缅甸。吴飞燕这时候派人去缅甸又有什么意图呢？林婉儿沉默片刻，忽然开口道：如果去缅甸的是吴飞燕本人呢？吴飞燕本人？叶晨惊讶地问：林小姐为什么会做出这个判断？林婉儿道：主要还是直觉，奴家总觉得公子的空城计一定会将吴飞燕吓住，这种情况下，吴飞燕不该再调兵遣将，而那架飞机这么快就启程前往缅甸，最大的可能便是吴飞燕自己要去。叶晨不接地问：那林小姐觉得她这时候去缅甸做什么？林婉儿想了想，开口道：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她很可能要借到缅甸，从滇缅边境进入华夏。叶晨惊呼道：吴飞燕要来华夏？难道她要亲自来金陵？不会。林婉儿道：吴飞燕肯定不会亲自到金陵来，我怀疑她来华夏的目的是先到滇南，然后再去10万大山。说罢，林婉儿又道：吴飞燕这么多年一直想找到师公当年留下的那些天才地宝以及法器丹药，现在师公的画像忽然在金陵问世，他应该想悄悄去10万大山碰碰运气。叶晨诧异地说道：如果要去10万大山，那直接飞越南岂不是比飞缅甸要方便？毕竟10万大山与越南边境相距不远，与缅甸之间还隔着一个滇南。林婉儿沉思片刻，开口道：说不定他就是想先去一趟滇南，再去10万大山，毕竟他当年曾与家父在滇南共同抗清，而且家父当年被他重伤身亡之后，奴家便将家父葬在了滇南。他对家父一直怨念极深，曾经亲手挖开过奴家为家父造的空坟，说不定这次心里受了刺激，便想要就地重游一番。说到这里，林婉儿又道：吴飞燕还有10几个小时到缅甸，不假估计他不会通过常规途径进入华夏，大概率是要从边境线偷偷入境。这样的话，他就一定会步行穿过边境，而曼德勒距离边境还有300多公里的距离，就算他乘车抵达附近再转步行，至少也要好几个小时才能进入滇南。如此一来，奴家还有20个小时的窗口期。叶晨下意识地问：窗口期？林小姐该不会是想趁这个时间去滇南吧？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